明日天后节目选手林若曦因恋情曝光，遭遇粉丝大规模网暴，已宣布退出节目。为什么呀，顾晨？我们从大学到现在6年的感情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知不知道现在你和个苍蝇一样烦人？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顾晨，我不敢。你是不是有苦衷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的。滚开！想听苦衷是吧？好啊，谁让你那么穷那么苦？私自公布恋情，你被经组开除，你连未来都没有。你能给我什么呀？张姐给我买车，给我买别墅，你呢？张姐，宝贝，都这个岁数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快进了。听见了啊，张姐。听见？别打扰我同事，赶紧滚！老板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闭嘴！拿了钱赶紧走。赵总，这位就是试药的志愿者，他也患有和您同样的病症。小伙子，你确定你要为我试药吗？要知道，肺纤维化这个病虽然无法治愈，但是好好治疗的话，很有可能还有10年可活。但是你一旦帮我试药的话，会加剧病情。赵总，我一个普通人，肺纤维化的药一瓶几万块钱，我哪吃得起？我就一个要求。求你签了我的女朋友李若曦。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情深意重的年轻人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赵氏集团一定倾尽全力把它打造成华语乐坛的巨星。谢谢赵总，还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跟别人说了。我一个将死之人，没必要让他知道。你。赵氏集团正式签约新人歌手林若曦，她将作为普通歌手参加本年度的音乐盛典。赵总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！新型疫苗已经研发成功了，您的病有救了。他怎么样？顾先生他长期试药，体内堆积了大量的毒素，伴随多种并发症，只剩1周的时间了。本台消息：林若曦登顶格莱美，成为华国第1个国际天后。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，真好。顾晨，你还有什么心愿吗？没有了，赵导，谢谢你对若曦的栽培，希望你能替我保密。放心吧。喂，顾晨，都几点了，还不来公司？还想不想干了？我这就回家。你的身体没事儿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得把剩下的事情处理干净。谢谢赵总。有情有义，
有始有终，多好的小伙子！召集所有专家，全力研究如何缓解顾晨的病情。是。你小子怎么才来呀？还不赶紧站好，准备迎接天后啊！快点！请吧。什么大明星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公司请了国际天后林若曦代言。你说什么？林若曦。欢迎林天后！欢迎林天后！林天后好漂亮啊，比电视上还。欢迎林天后大驾光临。王总，客套的话就不必多说了，我们先看产品吧。这就是林天后官宣的未婚夫陆泽言吗？太有男友力了吧！听说林天后被前男友抛弃，痛苦万分。陆泽言作为经纪人一直不离不弃，才让她重新振作。没错，如果那个渣男知道林天后现在的成就，估计啊肠子都会青了吧。哦，对，林天后，那我现在就带您看公司产品啊。关于产品代言的问题，由他来全权负责。哎呦，林天后，这顾晨这个人他少根筋，有点轴。你看，要不？你是在质疑我？啊，那我哪敢呢？顾晨，过来！哎，这玩意是。好好招待林天后，敢惹她不高兴，拿你10分。知道了。哎，林老师，请。林天后，这都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，都是由意大利设计师罗伯特亲情设计。这衣服可真好看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就买给你。等着校庆的时候，你穿上它唱歌，肯定能惊艳全场。算了，这衣服太贵了，走吧。你看，你洗完衣服给你买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就因为我喜欢他，你就去送外卖，累不累啊？不累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就不累。幻想着城堡和彩色漩涡，当海边的风听到你说你也喜欢我，但是就别再掠过。林天鸥，您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林天后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要叫我林天后。李若曦，顾晨，你之前不是说我又穷又贱吗？现在后悔吧？难道他对我还没死心吗？我有什么后悔的？我现在有车有房有漂亮的女朋友，有什么可后悔？顾晨，我马上要结婚了，时间就在1周之后。
恭喜啊！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的话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顾晨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时间就在1周之后。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的话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我还能有什么事儿？好着呢。你终于找到托付一生的人了。真好。顾先生，我叫陆泽言，是林若曦的经纪人，也是她的未婚夫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陆先生，恭喜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你和若曦之间的事情我都知道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奉劝你一句，离林若曦远点儿，你配不上她。我知道，我的确配不上。哼，你不知道，你当年为了富婆抛弃若曦的时候，你知道她有多痛苦？那个时候，若曦刚和赵氏集团签约，表面看似风光，实则已经患了重度抑郁，每天不吃不喝，以泪洗面，差点死掉。顾晨，那个时候是我在她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她、陪伴她，所以才带她走出了阴影，重新振作起来。你说什么？他怎么会这样？顾晨，我知道若曦还放心不下你，但凡你要是有点良知的话，就离她远点，别再让她受到第2次伤害了，明白吗？别打扰我喝水，赶紧。老夏，我恨你！你放心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和他撇清关系，再也不会见。你来干嘛？你不是说你有车有房吗？怎么还住这儿？新房装修，过来应付应付。要是你大半夜来找我，不合适吧？领导挺好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开门吧。这里以后可就是我的专属化妆桌了，你可不要乱动哦。好啊，我绝对不动。这是我买的情侣拖鞋，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你买的当然好看了。今天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日，这张照片你可要好好珍藏起来啊。好。顾晨，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顾晨，
你可别误会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嘴硬，你就是还爱我，不然日历上为什么要画着我婚礼的日期？巧了吗？不是，本来打算和我女朋友在那天出去旅行的，因为这一天也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别撒谎，这个房间里一点女人的影子都没有，你哪来的女朋友？我的女朋友吧，是个富婆，人住大别墅，平时我也不住在这儿。你就这么喜欢富婆？林若曦，为什么我都这样对你了，你还是不能死心？富婆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富婆又喜欢我，又有钱。啊，对了，你现在不也是个富婆？不如你一个月给我5万块钱，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胡扯！ 있나요 나의 이 모든 얘기를 그댈 향한 내 깊은 진심은 매일 그리움 속에 그대를 불러보지만 닿을 수 없는 마음은 나도 이젠 알 것 같아요 기억해줘요 내 모든 날과 그때를 지울처럼 선명해지니까 가슴 아프겠지만 그대를 보내야 해요 나를 기억해주세요 나 그대만 사랑해喂，王哥，顾川，宝来商场的黄姐来公司考察，你去接待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记住，一定要好好招待。黄姐要是有一点不满意，你就别想干了。嗯，好。陆总监，您看这样安排可以吗？可以。顾晨，等着在若曦面前身败名裂吧。亲吧。王姐，这些菜啊，都是这个菜馆的招牌菜，您尝尝。吃饭嘛，不着急。姐姐，我想先吃你。要不您先看看合同。合同也不急，只要今天你把姐姐伺候好，以后合同有的是。王姐，真不能这样啊，我接受不了。小伙子，别害羞啊！只要你愿意陪我，别说合同，姐姐每个月给你加5万。姐，真的不能这样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你嫌少是吧？一个月给你10万。哎，不是姐，这真不是钱的问题。20万。哎呀，姐，给脸不要是吗？今天你要不从了老娘，这合同就别想签。不签就不签，怎么着？你有钱我非得去背包邮啊？
这位就是你说的女朋友？若曦，顾先生，什么钱都赚，不但会脏了身体，更会脏了你的心呀。你想说什么？没错，这就是我女朋友。谁说被包养就不能是女朋友了？花姐，刚才酒还没喝，再喝个交杯。小伙子上当。哦，好家伙，酒量！你可真恶心！恶心什么呀？赚钱又不寒碜，怎么了？要是林大小姐愿意给我1个月晚班的，我也可以。走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可什么都没干，你可别赖上我啊！若曦，别生气了，这种人不值得。就要结婚了，我们去试试婚纱吧。好美啊！你穿上比她漂亮。真的？若曦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。顾晨，若曦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是我看错了。泽言，我穿这件婚纱好看吗？好看。若曦，你就是全世界最美的新娘。小伙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怎么了？你的药。小伙子，您这药就剩最后2粒了，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买药？这药我认识，是用来缓解肺纤维化的，1瓶好几万呢。我的天，是对吧？谢谢。谢谢。要是可悲人呐，1瓶好几万块钱的药，恐怕买不起，只能等死了。哎，你看那个人流了那么多血。哎，大爷，你们刚刚在说什么呀？刚才一小伙子倒在那儿，应该是得的是肺纤维化，这种病治不好，1瓶药要几万块的，可怜呐。顾晨，大爷，那你知道刚才那个人往哪个方向走了吗？吃了药往那边走了。谢谢。顾晨，若曦，你是不是看错了呀？顾晨他被那么多富婆包养，怎么可能会身患绝症？若曦，走吧，顾晨不值得你为他伤心。走。
家一看就是这样的。顾城，你小子牛啊！我咋了？还装？没想到你就是林天后的前男友。快说，他的滋味怎么样？你胡说什么？顾城，你就是个有眼无珠的废物，甩了林天后，却沦为被富婆包养的牛郎，真他妈恶心！就是，我感觉整个公司的空气都被污染了。不是你们误会了，我没有被包养啊！有图有真相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？没错，像你这种人渣贱货，留在公司只会带坏林天后的名声，影响公司产品销量，就应该立即开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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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们听我说，别吵了。王总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没有。不用再说了。你被开除了，赶紧滚吧，省得留在这儿惹林天后不开心。我算了，反正我也是个相思之人，开除就开除。走吧。我建议赶紧走吧。走。好了，大家都工作。所有人都听好了，今天下班后召开庆功宴，庆祝产品大卖，山珍海味广告。顾城，别怪我，不把你踩进尘埃里，就算你死，若曦也不会忘记你。哟，顾城，怎么变成丧家犬了？你的那些富婆女朋友们呢？这就不劳连大天后操心了吧？还有我那些女朋友，听说我跟天后在一起上床，那抢着要讲情话。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？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吗？羞耻值几个钱？再说了，他们要是愿意加钱，我还可以把跟你的那些姿势用在他们身上。顾城，你太恶心了，我可真后悔爱过你。赵总，安博士来了。赵总，针对顾先生的变性研究，目前已经有了初步进展，预计再有1周的时间就能研制出特效药。不行，太慢了。我再增加1个亿的资金，加派人手，务必在4天之内研制出特效药。是。顾城，没想到你竟然是抛弃初恋、被富婆包养的垃圾渣男！我爹一辈子求命，大哥不是想想，懒得听你狡辩。你看你，给我把这房间糟蹋成什么样子！你赶快跟我搬走，赔我装修费1万。行，我走。想走没那么容易，装修费没赔了。大哥。我身上就3000块钱了，哼，真是个废物，算我倒霉！快给我转钱！
过去了。顾晨，若曦，你就别疑神疑鬼了。顾城有那么多富婆包养，肯定不缺钱，怎么可能会这么落魄呢？顾晨的身份是你帮忙的吗？若曦，好了，知道这件事的人没几个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若曦，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顾城是个什么人，不要再被他骗了。注意你自己的身份，别太得寸进尺。知道了。那结婚的事儿，照常进行。小伙子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醒醒！小伙子，你已经1天1夜没正面，快吃点东西吧。这我刚煎的。爷爷，慢点吃。小伙子，小伙子，你没事吧？明天我结婚，天海大酒店。知道了，祝你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小伙子，我看你病得不轻，你这套西装挺高档的，要把他的手机卖了，你先去治病吧。没事，这套西服是我最后的体面了。裴若曦，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美，可惜新郎不是我。小伙子，你回来了。来，小伙子，我送你到医院去了。不要，我这个病根本治不了。大哥，扶我过去吧。慢点。赵总，特效药研制出来了。太好了，快去找顾晨，我一定要亲手把特效药交到他手上。这。帮我录个视频吧，就当做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证明。这我也不会拍摄呀，我没用过这种手机啊。我教你。手机里面有一个相机的小图标。点它就可以了。我找找啊，相机拍摄，哎，找到了。我叫顾晨，我快要死了。顾晨，你为什么不来？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有请新娘上台。
我曾经爱的一个女孩今天结婚，我特别开心，也特别难过。我开心的是，她能找到托付一生的人；我难过的是，那个人不是我。其实我还一直爱着她。我之所以一直没说，是因为我得了病，我活不了多久。3年前，我和若曦分手了。我当时说了特别多的话，她特别伤心。本以为这3年，我们应该不会有任何交集了，没想到3年后我们又遇见了。这3年啊，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，成了国际天后。我真的挺为他开心。可惜啊，不会得到他的爱。好了，反正一切都要结束了。若曦啊，祝你新婚快乐！也希望你的老公比我对你更好。小伙子，小伙子，请问新娘，你愿意嫁给新郎吗？无论贫穷、疾病还是富贵，都不离不弃。永远爱他。我叫顾晨，我快要死了。我曾经爱的一个女孩今天结婚，其实我还一直爱着她。我之所以一直没说，是因为我得了病，活不了多久。若曦，若曦，顾晨，顾晨，顾晨，若曦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婚礼啊！我要去找顾晨，他爱我，他还爱我。你若曦，你疯了吗？顾晨不是那个为了被富婆包养甩了林天后的那个吗？林天后为什么还要去追他呀？谁知道呢？没想到陆泽言对林天后无微不至照顾了这么多年，却还是比不上初恋白月光。这顾晨为了富婆抛弃你，害你重度抑郁，差点死掉。你为什么还对他念念不忘？不是这样的，他没有，他是因为生病了，所以才离开我，他怕连累我。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找他。你若曦，你冷静一点。顾晨是什么人，你到现在还不清楚吗？你不要再被他骗了。没有，他没有骗我。他刚才还给我发了视频，不信你看。他又耍什么花招？撤回了。这个顾晨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我去找他问清楚。若曦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现在知道他在哪儿吗？若曦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立马安排人全城展开搜索，等我们婚礼一结束，我们就立刻去找他，好吗？别忘了你答应过我妈的事情，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
各位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刚刚发生了点小插曲。现在我宣布，婚礼继续。小伙子，醒醒啊，小伙子！顾晨，人呢？你不是说顾晨就在这儿吗？不可能啊！我的人刚刚查到他确实就在附近啊！你让你的手下赶紧继续找啊！他生病了，我必须要马上带他治疗。若曦，你先冷静。顾晨如果真的重病快死了，那他一定走不远的。你们几个在附近仔细找找，务必要找到顾晨。是。若曦，你先别担心，顾晨被那么多富婆包养，他肯定不会缺钱。如果他真的得了重病，又怎么可能不去治呢？羞耻值几个钱？再说了，他们要是愿意加钱，我还可以把跟你的那些姿势用在他们身上。走吧，我们去医院看看吧。他期待这天很久了。赵总，林若曦，你们今天不是要结婚吗？来医院干什么？回赵总，今天带若曦来看望一下我母亲。哎，对了，若曦啊，我听说你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初恋，叫顾晨，你们最近有联系吗？赵总怎么突然关心这件事？难道是看到了前几天的新闻报道？赵总，请放心，顾晨就是一个伤害若曦的渣男。现在，我们已经彻底不跟他联系了，一定不会再传出绯闻，影响若曦工作了。哦，是吗？赵总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影响工作。好吧，那你们走吧。赵总，这个林若曦也太不知道感恩了。顾晨对她这么好，她却如此冷漠，我们要不要封杀她？算了，她也不值钱。医生，顾晨他怎么样？幸不如命，患者已经醒了。太好了。若曦呀，妈能看到你和阿言结婚，妈就是死也能瞑目了。阿姨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肯定能长命百岁的。你还叫阿姨呀？妈，哎，若曦，妈知道让你嫁给阿言是委屈你了，可是妈这总是忍不住，是妈对不起你。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3年前我得了重度抑郁，是您救了我。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千万不能想不开呀，姑娘。这是怎么了？这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您让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好好，乖，好孩子啊。 802病人该去拿药了，
哪位家属跟我去一下？我去吧，你在这儿好好陪陪马。医生，怎么样？不用乐观，顾先生这几天的身体和心理受到了双重打击，身体情况急剧下降，特效药也失去了作用。我们会尽力的维持他的生命，但恐怕只能坚持1个月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赵总，据我们调查，最近顾先生受到的身体和心理的创伤，大多数都是来源于陆泽言和林若曦。如果顾先生有什么3长2短，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。顾晨，你醒了。赵总，对若曦所做的一切，都是我自愿的。希望我死了之后，不要怨他。好吧。赵总，你在吗？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赵总，顾晨不见了，你能帮我找找他吗？他不是欺骗你、伤害你的渣男吗？你找他干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那条新闻报道根本就是假的。他是因为生病了，怕连累我，所以才离开我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婚礼那天，他给我发了条视频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撤回了。小伙子，醒醒！小伙子，哎，我把视频发出去，我不懂啊。这样就好了。小伙子，小伙子！赵总，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顾晨，我愿意再跟赵氏集团续约10年，并且不要任何分成。你都已经结婚了，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跟陆泽言结婚其实是假的，是因为陆泽言的母亲患了绝症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她最后的愿望是看着我跟陆泽言成婚，所以我才……我明白了，你要找到顾晨，其实我还没有找到他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有他的消息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谢谢顾总，我现在就回去拟续约合同。不用，就按市场行情价签就行。我赵繁生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。谢谢赵总。顾晨啊，连我都能看出来，你和林若曦2个人依然互相深爱着彼此，你们又何苦这样折磨自己呢？因为爱得太深，所以难以忘记。现在我希望他赶紧把我忘了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这样我死之后就没有任何遗憾。你们呀，我公司还有一些事情让我去办，我就先走了。我给你过了特户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按铃啊。谢谢赵总，你对我做的已经够多了。
这不是医科科大学的李教授、医学研究院的王专家、庄县院的赵主任，他们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听说首富赵总的救命恩人得了绝症，所以召集全国各地的医学博士前来就诊。原来赵总病房里躺着的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让这些专家为顾晨会诊。阿言，我这装病骗若曦和你结婚，那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她呀，要不然我良心不安呐。妈，您放心，我对若曦是真爱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她。到时候，我们就说您的绝症被治好了，我们还能好好生活在一起。好好好，只要你们以后呀在一起好好的就行。若曦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刚进来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泽言，你给妈倒水，我来喂妈吃药。妈，医生说了，这个毒性特别大，每次只能吃半天，不然对肝脏有损伤。若曦，既然这个药这么严重，要不我们给妈换一种吧？不行，医生说了，这个药的疗效最好。妈，你要听医生的话，要按时吃药，这样你的病才能早点好起来。若曦，我想起来了。我今天给你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通告，要连夜赶到海城。要不，你先回去准备，就让我来给妈喂药吧。妈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对不起对不起。顾晨，他真的在金山医院。哎，护士，这个病历上的病人在哪个病房？好像在702。怎么了？若曦，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你放开我！顾晨就在这家医院，我要去找他。什么？你先别激动，我跟你一起找他。你放开我！若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别着急，我是你老公，我会和你一起想办法。陆泽言，我劝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我跟你只是为了完成你妈的心愿假结婚，你不要以老公的身份跟我自居。顾晨，林若曦，顾晨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？看来我只能想办法让你消失了。顾晨，顾晨。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人吗？他是谁？我不知道啊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我都不认识他。还装？你要是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这么着急来找你？哎，饶命啊，媳妇儿，我都不认识你，美女，你来找我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我找错人了。相信我了吧？哼，现在差不多，以后不准跟别的美女说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叫顾晨？还说不认识他，他要叫你名字。哎，我冤枉啊，媳妇儿，那全国叫顾晨的得有几万个，有个重名的不是很正常吗？美女，我是叫顾晨，但我真不认识你，求你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是我认错了。
护士，你能帮我查查这个医院有几个叫顾晨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按照规定，我们不能泄露病人隐私。我男朋友可能也在这个医院。这个是我们的合照，他生病了，我们吵架了，他需要人照顾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告诉我吧。这样吧，你跟我来，我去护士站帮你看一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信息。好，谢谢你。护士，你帮我查一下这个人。找到了，这位顾晨一先生确实在我们医院815病房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顾晨。我回来了。噔噔噔，这个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快试试。好看吧？真帅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我绣的绣花。你穿上这件衣服，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好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男友。是的，真的是顾晨。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顾晨。不管你得了什么病，我都不会再离开你了。你不要再推开我。阿姨，顾晨去哪儿了？好像去那边了。姑娘，你是他女朋友吗？那个小伙子啊是个好人，就是你有空多陪陪他吧。知道了，阿姨，谢谢你。顾晨。陆泽言，你不是参加婚礼了？你来干什么？你跟我来。顾晨，你给若曦发誓赔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是想让她带着对你的愧疚过一辈子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光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知道若曦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？重度抑郁。每天跟个行尸走肉一样，无数次想要自杀。是我没日没夜的陪着他，照顾他，才带他走出来，才让他有了今天。而你呢，明明都快要死了，却还非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怎么？难道你非要让他跟你一起死，你才高兴吗？我怎么可能任性他出事儿？你放心吧，之后我不会联系他了。我会离他远远的。不够，光是这样远远不够。顾晨，我要让你自污自毁，要让若曦彻头彻尾的觉得你是一个渣男、混蛋，让他彻底的对你死心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好好的活下去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顾晨，陆泽言，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刚刚在外面看见顾晨，好久不见，叙叙旧。想让他好过的话，就按我说的做。顾晨。
给我发的视频是真的，你真的生病了。对呀，当然生病了。这不生病了还挺严重的，怎么没打电话？想给我交医药费啊？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话吗？如果你真的生病了的话，我愿意给你出医疗费的。行啊，我怎么没好好说话了？200万，给吧。顾晨，我们就不能好好聊聊吗？不是没打电话，你老公还在这儿呢，你跟我好好聊，这太刺激了。几年不见玩，挺花我了。你住嘴！你在说什么？顾晨，视频里的你和现在的你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不给钱我走了。好，我给你钱。但是行了，废话真多，你把视频录起。站住！你刚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姓陆的，你听见我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若曦，你应该是听错了。你刚刚明明说什么群发视频，骗人什么的。陆泽言，你为什么帮他撒谎？若曦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到，你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行了行了啊，别腻歪，走了。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？陆泽言，你之前不是对顾晨很不满吗？为什么今天我感觉你一直在帮他打掩护？若曦，一直以来都是你误会我了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没有半点私心。龙哥，那个欠你的钱我都搞到了啊。怎么弄到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有一个傻子女的，我骗她说生病了，她就把钱给我了。你放心，今天老地方见，咱把之前输的一倍有的。顾晨，怎么还在这儿？顾晨，你撒谎装病就是为了骗我的钱是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看到那个视频有多担心你，我怕你出事，到处找你。我都想好了，只要你还爱我，我就可以放弃一切跟你走。可你呢？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骗我，你太过分了！既然你都发现了，那我给你摊牌了。以后别像个傻子似的，什么都信，擦干你的眼睛，不然真的会被骗死。对，是我太傻了，傻到以为你前世有苦衷，傻到以为你还爱我。顾晨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爱你。好啊，快去快，谁稀罕？还有，以后别再讲。若曦，别难过了，这种人不值得。一个人短短3年，怎么会变化这么大？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走吧，不然还要干这里投稿。若曦，
祝你幸福。顾晨，这些是我们从国内外调集的一些最权威的专家一起过来为你会诊。谢谢赵总，也谢谢各位医生。只是我这病还有的救。陆先生，请放心，你们大学有句古话叫“票无就能治疗”，请相信我们的专业性。好，走吧。我宣布，陆先生推荐的毒素已经传播清楚，我们的治疗取得全面成功。顾晨，恭喜你重获新生。谢谢赵总，还有谢谢在座的各位。如果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顾晨。当初如果没有你帮我试药，我早就死了。咱们这叫双向成就。啊，对了，顾晨，为了恭贺你重获新生，我有一样礼物送给你。股权转让合同。我赵繁生一生膝下无子，可是我有着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。我非常看好你的人品，我想收你为义子，来继承我的这份家业，怎么样？赵总，这不合适啊。你就当满足我最后的心愿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我赵氏集团终于后继有人了。怎么还忘不了他？你现在已经康复了，大胆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。他已经结婚了，而且事情已经过去3年多了。目前他的家庭很幸福。赵总，我想去参加他的演唱会，就当是告别了。哎，还叫我赵总？义父。哎，好，年轻人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别给自己留遗憾啊！去吧。谢谢大家对若曦的支持与喜爱。接下来我会随机抽选一位幸运观众来上台跟我们的若曦进行合唱，来，大家摇起来！有请这位先生上场。这个废物怎么还没死？真是阴魂不散！你们2个去给我煽动观众，把他轰下来。请问这位先生来自哪里？我刚从国外回来。哇塞，专门从国外飞回来看我们若曦的演唱会，那你还真是铁粉了。想跟我们若曦合唱哪首歌？我还没想好。什么？他就是当年抛弃林若曦的渣男？还真是！你们快看，他就是那个渣男！这个渣男还有脸来参加若曦的演唱会，给我滚下去！滚下去！大家安静，我非常能理解大家现在气愤的心情。让我们来现场采访一下这位渣男先生，您当年是怎么想的？
看来这位渣男先生有些疑惑了。那我们换个问题，您现在看到若曦这么成功，您是否后悔呢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死渣男！你背若曦！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要一起往前看的，不是吗？接下来，一首体面送给大家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用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我敢给就敢心碎，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，在喝彩，流着泪，声嘶力竭。离开也很体面，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，认真付出的画面，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。我爱过你，利落干脆。年轻人，是不是失恋了呀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年轻人呀，失恋也不怕，只要努力奋斗，总有一天能出人头地。我听说里面那个大明星，以前也失恋过，现在不也好得很吗？不按您说，其实我就……怎么了，若曦？没事。走吧。小伙子，你刚才说你是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哎，对了，阿姨，你说一个人和他女朋友分手了，现在他前女友已经结婚了，有老公了，他还应不应该回去再找他？那不就是小三儿吗？可古代那是有进猪笼的。小伙子，你千万可不敢乱来啊！说得对，海海，我可没想乱来了。若曦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生病了吗？若曦，这是国外的一个品牌女装代言合同，你签了吗？这家女装不是前段时间出过丑闻吗？我不进。若曦，这家公司虽然出了一些丑闻，但毕竟品牌影响力还是在的。最关键的是，给的钱多。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不用考虑了，我不接。林若曦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，让我省点心？你看人家莫非言多听话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所以短短2年时间就成了新晋小天后。现在市面上的各大品牌商都找他做代言人，很快就能超过你。既然他这么好，这么听话，
陆总监，你好好培养他就好了呀，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干什么？若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好了，你不用解释了。陆总监，我跟孟风烟都是你旗下的艺人，既然你觉得我的商业价值不如他，那我就退圈，这样你也可以专心培养他。你说什么？你要退圈？没错，退圈。陆泽言，这么多年，我不光要当好一个歌手，我还要在大众面前跟你演出一顿恩爱夫妻的模样，真的累了。若曦，刚刚是我说话有点重，你还是再仔细考虑一下。退圈可是大事，千万不能草率决定。我先送你回酒店休息吧。顾晨一回来就要退圈，他在你心中就那么重要？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我一定要尽快得到李若曦。陆泽言，你干什么呢？你锁门干什么？若曦，我看你脸色有点差，喝点红酒吧，可以助眠。我不喝，你给我出去！若曦，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冷漠？我们现在已经是合法夫妻了，让你陪我喝杯酒都不行吗？陆泽言，请你搞清楚状况，我是为了完成你妈的心愿跟你假结婚而已。如果你再敢胡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李若曦，这些年我对你百依百顺，照顾你的生活起居，带你走上事业巅峰，你就算是块冰，也该被我舞化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顾晨一回来你就要退圈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一条只会对你摇尾巴的哈巴狗吗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你疯了！对，我是疯了，我是被你逼疯的。今天我就要找到你，反正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陆泽言，你给我滚！今天你可以借着夫妻这层关系，在这胡作非为。好，我们明天就离婚。你滚啊！若曦，我错了。我错了，刚刚是我一时冲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若曦。对，若曦，不要和我离婚好不好？少来这一套，明天必须离。若曦。若曦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别和我离婚好不好？我妈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她肯定受不了咱们离婚的刺激啊！若曦，你能不能看在我妈救过你一命的份上，别和我离婚好不好？若曦，若曦，若曦，妈来电话了。喂，妈。阿言，
若曦，你这脸色怎么不太好呀？是不是阿言欺负你了？他要是欺负你了，你给我说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妈，陆泽言他……妈，陆泽言没有欺负我。你现在病情怎么样？有没有恶化呀？没有，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，妈的病情呀就不会恶化。哎，要是妈妈能抱上孙子，那这一高兴，说不定呀，妈的病就好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们两个很快就能让你抱上孙子的，对吧，老妈？若曦呀，妈知道你现在以事业为重，可是妈这个病眼瞅着就没几年好活了。若曦，你看妈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呀？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这身体不还好好的吗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明天还有通告，就先不聊了。若曦，刚刚是我冲动了，对不起，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行了，看在你妈的份上，这婚暂时不离了。不，如果你再对我做过分的事情，就不是这么简单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一定不会了，若曦。出去。若曦，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你。顾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顾晨，你怎么还没死？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陆先生，麻烦你把手放开，我们好好说。我他妈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顾晨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阴魂不散啊？你都要死了，为什么不死透点？为什么还要回来破坏我跟若曦的感情？对不起，我已经治好病了，本来想着就是来看若曦一面，我并不是来破坏你们感情。你放心，我明天就走，绝对不会再见。这话你3年前就说过了，你觉得我还会再信你吗？陆先生，你和若曦的感情很好，我衷心的感谢。但是你放心，我这次真的是来见他一面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无意中被灯光选中，这只是个意外。意外？我看你就是诚心的，你就是对若曦还余情未了，就想回来试探试探她对你还有没有感情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想多了。你给我闭嘴！顾晨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些年你带给若曦一次又一次的伤害还不够吗？难道你还想再伤害她一次吗？谁让你那么穷？私自公婆恋情，你被经理开除，你连未来都没有。你能给我什么呀？张姐给我买车，给我买别墅，你呀，赶紧滚！羞耻心，羞耻心能值几个钱？只要他们肯加钱，我可以把跟你上床那些姿势都用在他们身上。顾晨，你太恶心了，我可真后悔爱过你。对了，傻太傻，傻到以为你竟然是有苦衷的，傻到以为你还爱我。顾晨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你说的对，我没有资格。你放心，我马上就走，我保证之后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我可以放手了。你干什么？
扶你起来。没事的，若曦，是我自己摔倒的，不怪顾晨。顾晨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而且我已经结婚3年了，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。若曦，顾晨，我跟你说过的，若曦现在过得很幸福，你之前说的那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，你就死心吧。什么事？他说他只要向你勾勾手，你就会像条狗一样爬到他的身边。你以为我林若曦是什么很贱的人？若曦，你什么你？说。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对啊，我是说了，怎么样？想让你怎么着，不就得怎么着？你无耻！顾晨，我现在只觉得你恶心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，我嫌脏。顾晨啊，顾晨，这一切不正是你想看到的？顾总好，顾总好。你们是？顾总，我们是赵氏集团的，赵总已经任命您为赵氏集团总裁，我是您的助理叶琪。这个是您的任命书。赵总真是，哇，衣服真是雷厉风行。那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？我先带您去集团为您准备的住所，明天呢，在公司为您举办就职大典。行，一切低调行事，就这大典就算了。接下来，我先考察一下公司的情况。是。走吧。孟飞烟是谁？为什么他的代言资源比林若曦高？回顾总，孟飞烟是最近公司主推的一个新晋小花，也是陆泽言经纪人手下的艺人。这些呢，都是他安排的。这不胡闹呢吗？陆泽言是她老公，她不把最好的资源给他，去都给我换，把最好的资源全给林若曦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奇怪，他们的感情不是一直挺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塞，若曦姐真美，要是我也有你这么好看就好了。来人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扔了！你们干什么？这可是若曦姐的化妆间。从现在开始不是了，以后这个化妆间归我们斐烟姐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整个集团最好的化妆间，可是一直都是我们若曦姐的专属。对啊，这是最好的化妆间，当然要归集团一姐使用。现在斐烟姐是我们集团的一姐，这化妆间当然得换人。这怎么可能？若曦姐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孟飞烟，你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若曦姐，你是老前辈，我当然是很尊重你的。可这是集团的意思，也是泽言哥的意思，我也没有办法喽。所以说，这一切都是陆泽言安排的了。哼，整个圈子谁不知道？泽言哥跟我们若曦姐可是公认的模范夫妻，他怎么可能会让若曦姐换化妆间呢？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这就是泽言哥下的命令，可能是某人留不住泽言哥的心吧。赵氏集团一姐之争，大家猜猜谁能获胜？林若曦只不过仗着自己出道的时间长，又是泽言哥的老婆，才能当了这么长时间的一姐，这样论实力，哪能比得上飞燕姐呀？
就是，依我看啊，他早就该让出一姐的位置，支持泽言哥大义灭亲，扶飞燕姐上位。你们胡说什么呢？我们若曦姐的实力哪里比不上其他人啊？实力可不是嘴上说说就有的。最近半年，我们绯燕姐的代言可比她林若曦多多了。就是，不知道林若曦怎么有脸一直占着一姐的位置。若曦姐，这些都是他们说的，我可没这么想啊。只是我马上要去参加 Prada 全球代言人发布会，泽言哥催得急，要我赶紧来化好妆过去。你不会介意把化妆间给我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若曦姐之前一直是 Prada 的全球代言人，现在突然换成了我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泽言哥居然把 Prada 的代言给了飞燕姐，那这一姐之争不就已经结束了吗？对了，你们不知道吧？由 Prada 改成了什么？那个品牌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丑闻吗？就是代言有丑闻的品牌。看来林若曦已经成了集团的弃子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让开。小赵，收拾一下东西，化妆间让给他。可是若曦姐真的就这么把化妆间让出去了吗？我不要的东西，别人想要就给他。慢着，谁让你收拾的？我不收拾，怎么给你腾出去？我马上要去参加发布会，你这样慢腾腾的，要收拾到什么时候去？耽误了发布会，你担待得起吗？那你想怎么办？来人，直接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扔了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松手！松手！这些都是若曦姐的东西。哎，小赵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若曦姐，他们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扔你的东西呢？没事，接下来交给我。给小赵道歉。给小赵道歉。若曦姐，我这助理也不是故意的，道歉就免了吧。我让你给小赵道歉，你听到没有？对，不准道歉！林若曦，你要明白，这狗的地位高低取决于他们的主人。你现在已经不是一姐了，少在这摆一姐的架子，赶紧给我滚！你把自己的手下当成狗，我管不着。但小赵是我的姐妹，我的助理，你的手下欺负我的姐妹，就必须得道歉。道歉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泽言哥，我的助理在搬东西的时候，不小心碰了一下若曦姐的化妆师，他非要让我道歉，还不让我搬东西，明显是不想让我进化妆间。若曦，化妆间的安排是公司的决定，你在这闹什么？给绯燕道歉，然后让出化妆间，不要耽误了绯燕下午 Prada 代言的发布会。陆泽言，你要我给他道歉？他推了我的化妆师，你要我给他道歉？绯燕她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一个小小的化妆师而已，你有什么好闹的？林若曦，你要顾全公司大局，给绯燕道歉，否则你要是耽误了绯燕的发布会，后果你可承担不起。我不懂什么大局，我只知道他今天推了我的化妆师，今天必须得道歉。泽言哥，你别怪若曦姐了，大不了我给她道歉。若曦姐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看看人家绯燕多懂事儿，再看看你，一点小事就闹个没完，有没有一点国际天后的样子？怪不得你的代言全部会被绯燕抢走。连她自己老公都不帮她，难道说林若曦真的要过气了？活该！谁让她看不清局势，为了一个化妆师跟泽言哥闹。算了，若曦姐，我不要她道歉了，我们走吧。不行，今天不能这么算。
孟飞燕，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是小张。够了，林若曦，你要是再闹下去，小心我把你的代言全都给你停了。随便，你今天就算是把我给封杀了，他也必须得给小张道歉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冥顽不灵，把我给林若曦的代言全都停了。谁要停林小姐的代言呢？你是谁？我是新任总裁助理叶琪。是这样的，根据我们赵氏集团新任总裁的命令呢 ，Prada 全球代言人依旧由林若曦小姐担任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个是总裁亲自下达的命令，你有意见吗？林小姐，以后呢，您还是我们赵氏集团的一姐，这个化妆间啊也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谢谢你，叶助理。只不过这新任总裁是谁呀？他为什么要帮我？他就是你的一个粉丝。对了，陆总监，希望你以后呢可以好自为之。若曦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你是不是找人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找人。不可能，利普孟飞燕可是集团娱乐事业部集体做出来的决定。林若曦，你能不能不要在公司发展的关键时刻任性去找人帮忙，要顾全大局，你明白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根本就听不懂。我没有找人。还有，我要化妆了，等会儿参加新闻发布会，你们出去。若曦，出去！太好了，若曦姐，你保住一姐的位置喽。什么一姐不一姐的？赶紧化妆吧。泽言哥，你不是说肯定能帮我取代林若曦的位置吗？为什么她还是一姐？好了，宝贝，别生气了，我一定去给你调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放心吧，赵氏的下一个一姐一定会是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几天不见，憋死我了。陆泽言，你在干什么？陆泽言，你在干什么？顾晨，陆泽言，你背着若曦在外面搞女人，你就是这么爱她的？顾晨，这儿可是赵氏集团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你管我怎么进？这个事情你给我说清楚。泽言哥，他是谁呀？怎么敢这么跟你说话？哼，他就是林若曦的前男友，一个废物而已。顾晨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赶紧滚蛋，否则私闯赵氏集团，我现在就可以让保安把你扔出去。我也是赵氏集团员工，你凭什么赶我出去？一个小小的员工而已，我们泽言哥可是总监，收拾你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不想丢工作就老实听话，不要声张。我还真就不信他一个小小的总监还能只手遮天不成？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个事情说明白，我还真就不走。顾晨，我说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呀！这张卡里有50万，是你10年都赚不到的钱。识相的话，就老实拿钱滚蛋。今天的事就给我烂在肚子里，否则的话，我有100种方法让你死。谁稀罕你的臭气？陆子言，当时我要是知道你这么对待若曦，我就不该把她让给你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去跟她说个明白。你找死！找死！顾晨，你他妈就是一个快死的病秧子，你这辈子也注定是个废物。
老子看在你帮过我一次的份上，赶紧拿钱滚蛋，别他妈再掺和我若曦之间的事儿。你做梦！我不可能看着你欺负若曦。你他妈！顾晨，我说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呀！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从赵氏集团滚蛋？到时候你没了收入，没钱治病，你就只能等死。我还真不信，不信你打个电话试试。顾晨，我发现你全身上下也就剩这张嘴硬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你跟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喂，风主管吗？帮我查查赵氏集团有没有一个叫顾晨的员工，如果有的话，把他给我开除。好的，陆总监，我现在就查。泽言哥，林若曦的前男友就是这种废物，比你可差远了，他的眼光也太差了。陆总监，是有一个叫顾晨的新员工，只是什么？只是系统上没有显示他的职务，我也没有权限开除他。什么？连你都没有权限开除他？顾晨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什么身份你还不配知道？陆泽言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但在上班的时候出轨女下属，违背了公诉要素，还违背了公司的规章制度。我现在宣布开除。你开除我？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就是，我们泽言哥可是总监，就凭你也想开除他？你以为你是总裁吗？那你还真猜对了。叶主任，现在立刻开除陆泽言。是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装模作样。陆总监，查清楚了，我之所以没有权限开除顾晨，是因为他是今天新入职的员工，还没有分配职务，等明天就可以了。听到了吗，小废物？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，不想丢工作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拿钱滚蛋！陆子言，你做梦！当时我觉得你和若曦是恩爱的夫妻一对，我并没有打算打扰她的生活。就算我病治好，我也没想着拆散我们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你背叛她已经很久了。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要重新追回林若曦。顾晨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若曦，陆泽言他……顾晨，你当我林若曦是什么人？你想骗就骗，想甩就甩。若曦，不是你想的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就结束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你追我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若曦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顾晨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再对若曦死缠烂打。她现在可是我老婆，你要是再敢对她动手动脚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陆泽言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刚刚和这个女人亲热，你怎么有脸说她是你老婆？若曦，我可没有啊。顾晨就是想故意拆散我，所以才诬陷我。我根本干不出那种事儿，我是很爱你的。若曦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的出轨对象就在这儿，根本不值得你痛苦着。他不值得托付，谁知道是你这个一次又一次伤害我的人吗？是，我之前是伤害过你，但我有苦衷，我可以慢慢跟你解释。但是今天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他真的背叛了你，你不能相信。够了，顾晨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而且我不止一次的问过你有没有苦衷。你可以跟我说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，你叫我怎么相信？若曦，你不要再闹了，我们之间的感情3年前就结束了。对。是我太差，
到以为你竟然是有苦衷的，傻到以为你还爱我。顾晨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爱你。好啊，快去快，谁稀罕？还有，以后别再家了。若曦，看到了吧？连林若曦都抛弃你了，你这个废物，拿什么跟我斗？陆泽言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怎么，还说你能开除我吧？开除呀！你怎么还不开除呀？陆泽言，听好了，这就是开除你的电话。陆泽言，听好了，这就是开除你的电话。不好意思，顾总，陆泽言是集团总监，要开除他需要赵董事长签名。我知道。顾晨呀，顾晨，我还真以为你有点本事，没想到搞了半天，你也就只能吹吹牛。就是，刚刚把我都吓了一跳，我以为你真是总裁呢。不过不得不说，顾晨，你找的演员还是挺敬业的，就连打电话都不忘说一声顾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在陪着你们演戏？不然呢？我还真能相信你是总裁呀。就是一个死废物、臭咸鱼，还真能翻身不成？陆泽言，3天之内给我等着，必定开除。我等你，我等你啊！进来。顾总，这是您要的关于陆泽言的资料。真没想到，陆泽言竟会让他的母亲装病来欺骗若曦结婚，去调最好的专家来医院。我要当面揭穿陆泽言。是。若曦，昨天医生跟我说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现在的心愿就是想抱上孙子。若曦，你能答应我吗？妈，你别胡思乱想。3年前医生不就下过病危通知了吗？这3年都过去了，您不还是好好的吗？啊，我这不是看到你和阿言结婚了，心里高兴，所以我这才撑过了3年。若曦，不要听他们骗你，陆泽言的母亲根本没有得罪上，而是他们借着当年救你的恩情，骗你跟他结婚，逼着你现在跟他生孩子。顾晨，你胡说什么呀？这是我妈的病房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到底是不是胡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心血管专家，如果你心里没鬼的话，让林教授给你妈检查一下身体，你干嘛？你说他是教授，他就是教授啊！凭你一个废物，哼！你见过真正的专家教授长什么样吗？赶紧滚！你，否则我就叫保安了。慢着，妈，难道你一直都在骗我？妈，难道你一直都在骗我？若曦，这个你听妈说。若曦，妈怎么可能会骗你啊？你别听顾晨这个废物在这胡说八道，咱们赶紧让他滚出去。你不是也不想见到他吗？我是不想见到顾晨，但我也不希望被人骗。妈，你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？若曦，你要相信妈，连我都不相信了吗？他当年可是我冒着生命危险，我下去救你的呀。对呀，若曦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顾晨的一面之词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让林教授给他的妈妈检查一下，你是不敢还是心虚啊？我只是不相信你能找到真正的专家。老夫深耕医学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质疑。这位老夫人面色红，
气血充沛，哪里像一个绝症患者的样子？小姑娘，你被人骗了！闭嘴吧你！我看你这个老东西就是一个江湖骗子。若曦，你可千万别被他们给骗了。你想想，以顾晨的身份，他怎么可能会找到专家教授啊？若曦，你相信我，林教授真的是最好的心血管。你少在这坑蒙拐骗了！我现在就让保安把你们都扔出去。这里是医院，你们怎么能在这儿大呼小叫的？王主任，您来的正好，这儿有个人假冒心血管专家，您赶紧让人把他们都抓起来。谁敢冒充教授？林教授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什么？他真的是教授？小王，你们医院怎么回事？把一个好好的健康的人诊断一个绝症患者？绝症？没有呀，把这个病房的资料拿给我看看。林教授，这个病房就是个护理病房，病人只是有些基础病来调理身体的，没有绝症呀。陆泽言，你竟然真的一直都在骗我！你妈明明什么都没有，你竟然骗我说她得了绝症！若曦，听我说，我真的只是太爱你了，所以才会做了这些错事。若曦，求求你原谅我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你知道的，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。妈，阿姨，我那么信任你，说你得了绝症，我连病历都没有看一眼，可你为什么跟他一起骗我呀？若曦，对不起，阿姨错了。可是我这也是为了我儿子好。若曦，我求求你原谅我一回好不好？若曦，阿姨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怪不了你。陆泽言，我们离婚吧，离婚吧。若曦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。若曦，卢泽言，你不但骗我，还婚内出轨，你到底有什么脸求他原谅？顾晨，又是你，为什么你总是这么阴魂不散？你早就该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能出现在这儿啊？又为什么还会认识这么厉害的教授？因为他就是赵氏集团的总裁。陆泽言，我们查明你在赵氏集团担任总监的时候，挪用巨额公款，私生活不检点，而且多次潜规则下属，所以经我们董事会决定，将罢免你在赵氏集团的所有职务，并且把你交由相关部门进行调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顾晨不过是一个快死的绝症患者，他凭什么能红到现在？凭什么又能当上集团总裁？就凭他是一个好人。义父，义父，你居然真的是赵总的义子！年轻人，你虽然和顾晨年龄相仿，但是为人处事方面，你差得太远了。赵总，我也配当年的义子呀！我比他健康，比他聪明，我各方面都比他优秀。赵总，您让我也当年的义子好不好？我可以改姓赵，我可以给您养老送终呀！胡闹！陆泽言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你是陆家的种，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？妈，你好好看看顾晨，他一个废物，只是因为当上了赵总的义子，就能成为集团的总裁。我比他强那么多，肯定也能得到赵总的赏识。到时候咱们还管陆家干什么呀？我肯定能带您过上最好的生活呀！你这个逆子！赵总，啊不，义父，您打我干什么呀？
你不要叫李父，因为你就是一个数典忘祖的畜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喜欢顾晨？我明明比他优秀那么多，你们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啊？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就算你什么都比他好，但是他比你善良，就这一点就足够了。陆泽言，你机关算尽太聪明，最后只会误了你的性命。带走。是。不要打他！阿言，阿言！老夫人，你的儿子做错了事情，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都是我害了他，他让我装病，我就应该拒绝他。是我让他走上了邪路，是我，阿言。这人呐，一旦走错了一步路，尝到了走捷径的甜头，就很难回头了。你就是顾晨心心念念的人。赵总，我跟顾晨没有任何关系。陆阿姨曾经救过我的命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们出去吧，我不能不管她。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，若曦，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会签下你一个歌坛新人，并且把你作为主推的歌手？是药。不错，当初顾晨和我一样得了肺纤维化，他无力医治，所以选择帮我试药。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把你捧红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怕你伤心。你跟我分手，我就不伤心了吗？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以后不准再骗我了。我发誓，再也不会骗你。